什么鬼？你还真成精了！奶奶的，欺人太甚！昨晚冒烟，今天吐东西。行，你想玩是吧？啊！没了，真没了！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多能装！是你逼我的，我看你能吞多少！皇上，突围失败的消息传开了，城内已经乱了。援军呢？没有消息。拿出1/3军粮，先救百姓。皇上不可，军粮只够7日，一旦分粮，士兵会先乱。难道让本王看着30万百姓渴死饿死？什么东西？皇上，当心有毒！这是粮食，粮食。水，是水！拿桶，快拿桶接水！有水了，真的有水了！镇北王没有放弃我们。排队，每家每户都有，谁敢抢，军法处置！不知是哪路神明，救我雁门之于绝境。大前镇北王凌鸾，谢神明赐粮，谢神明赐水。这玩意儿不会真连着阴曹地府吧？干的，一晚上几百吨水吧？好吗？真是无底洞，正好，以后过错后不用找人拉了。皇上，全城百姓都知道府内天降甘霖，乱象暂时压住了。此物来历不明，却能定军心、安民心。卑职建议将香炉供奉起来，每日焚香祷告。不论它是神物，还是通往何处的异宝，只要能救雁门关，本王都敬他。只要他还能赐下水源或者食物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就按军师说的办，香炉列为王府重宝，由红英亲自看守。末将领命。老板，昨晚去哪儿风流了？怎么才来？仓库钥匙给我，过期食品都挑出来了吗？大牛他们早就挑好了。老板，其实很多人买东西不看保质期，要不那些东西便宜处理给我，我拿出去卖，到时候给你分成。食品安全的烂账我不碰。我开玩笑的。以后仓库钥匙我自己保管。还真能吃。昨天吐我东西，今天我让你吃个够。平时这些活都是伙计干，我算是知道当家的难了。你外号不会叫逼王吧？这么能装。今感念神分天恩浩荡，赐甘霖于将士军民，鸾不胜感激。等等，有肉味，是从香炉里出来的。皇上，真的是肉。都别乱，先谢神明。神明再次生机，凌鸾带雁门关40万居民叩谢。皇上，我能先尝一口吗？我真扛不住了。吃吧。皇上，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，无毒，可以食用。此物若能稳住军心，雁门关还有一战之力。此事儿先不要外传。红英，你联系军需官，统计及各类物资总数，按需分配。是。军师，将统计好的物资匀出一部分，率先分发给快要饿死的百姓。遵命。再张贴告示，安抚人心。其余未分配到的人，择日会领到。明白。还有，现在可以杀鸡儆猴了。近几日山的洞闹事、图谋不轨者，全部捉拿，菜市口处斩，以儆效尤。末将领命。卑职领命。雁门关还没到该亡的时候。皇上有令，今日先救快要饿死的百姓。皇上还记得我们，
上没放弃我们。告示上说了，没分到的人择日也会领到。雁门关有救了！盯紧人群，谁敢煽动闹事，立刻拿下。是。真有肉，我还以为死前都闻不到肉味了。都给我站直！王上说了，每个人都能吃到肉，谁敢哄抢，军法处置。我真活过来了。王氏说了，日后每隔3日就供应此等鲜食，吃饱了就给我日夜操练，待时机成熟，杀出雁门关，灭了匈奴贼寇。王上，军中士气起来了，兄弟们吃了肉，一个个都像重新活过来一样。伤兵那边也稳住了，只要有水和食物，很多人都能撑下来。可这些物资撑不了太久。王上，末将今日在军中说，每隔3日供应鲜食，这真的能做到吗？本王也不知道。10万将士，30万百姓，每日要吃多少东西？哪怕真有神明，也不能只为雁门关无止无的付出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先活下去。只有活着，才有资格谈以后。今感念神身天恩浩荡，赐甘霖于将士军民，栾不胜感激。然匈奴之患未除，我大前北境摇摇欲坠，雁门关40万军民朝不保夕，还望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神明不念吾等贪婪，再赐物资。待到驱除鞑虏，海晏河清，栾必为您立庙开宗，受人间烟火，作书立传，名垂千古。好处对不上，1500。谁这么惦记我？又吐东西！大钱，镇北王，凌乱，匈奴50万大军围城，雁门关40万军民朝不保夕，真有女将军，而且还把我当成了神明。我非神明，乃是一名普通人，名江凡，能帮到阁下，很是荣幸。笔墨伺候。江神救万民于水火，解我雁门燃眉之急，胜似神明。吾乃大前镇北王凌乱，不胜感激，还望江神施以援手，救我军民，助我退敌。10万镇北军，30万百姓，匈奴50万围城，断水断粮1个月。40万人，我一个开超市的拿什么养？我会尽量想办法。食物需要筹集，先行供水。你马上差人去挖好一个蓄水池。多谢江神，大恩大德无以为报。立刻挖蓄水池，通知下去，明日无限量供水，每家百姓派1人前来打水。江神，蓄水池已成，可以开闸放水。行，先救命。水来了！天佑镇北王，天佑大钱！老板，这么多全卸里面。谢。一天50多万，明天继续，冻肉也收。还收？收。40万人啊，能撑一天是一天。老板，今天全是冻肉。将士们不吃肉，哪有力气杀敌？40万左右，百姓吃差点，先全面供给士兵。这些东西应该够他们坚持半个月。感念江神恩德，今日全城百姓都解决了饮水问题，还有余量灌溉田地。江神实乃栾的神明。食物我已经储备完毕，明天就可传输。江神在上，请受栾一拜。江神为我筹措粮草，累坏了身子。江神安睡，凌栾不叨扰了。这么多东西，一件一件往里扔，那得扔到猴年马月。要是你能自己传送就好了。我操，你真的会啊！声控
意念。来来来，开始你的表演。皇上，江神又赐物了。江神果真没有骗我。肉，这么多肉，猪肉、羊肉、牛肉，皇上，兄弟们有救了！把火头军的人喊过来整理食材，王府的人手已经不够了。是。皇上，这是何物？甜的，还带凉意。仙饮，应是江神赐下的仙饮。皇上，奴婢能喝一口吗？皇上，这仙饮真有意思，还钻鼻子呢。先整理入库，不得哄抢。这肉还是冰镇的，这大热天怎么做到的？这玩意儿撒进饭菜里，那就是人间美味啊！鸡精、味精，江神赐下的东西，真是闻所未闻。人太多了，火头间云多眼杂，消息怕是捂不住。王府外那些探子，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得立刻见王上。王上，天降横财，眼红之人不在少数。火头军已经看见了海量物资，若有人出去胡说，城中那些世家必定借机生乱。皇家自昨日百姓取水之后就不安分了，王府周边发现的探子已经有10多位。他们是想摸清王府内到底有多少粮。军中也有流言，说这些物资是朝廷拨来的，王府封锁消息，扣押不发，只给亲卫军，还有洛卿亲卫已经遭到偷袭，伤残严重。红英，立即调一半地方军，一半亲卫军，混合编队，拱卫王府。遵命，所有火头军暂时不得出我王府，就地扎营。王上是要封住消息，敌人越想摸清王府内的状况，本王越要固步一阵。王府戒严，求王上开仓放粮，我们快饿死了。我们是从城南赶来的，没拿到王府恩惠，不能你们在里面吃香喝莲，让我们在外面饿肚子。王府暂时没有粮食发放，请安心等待王上安排。没有粮食？那这是什么？你们克扣赈灾粮，关起门吃鸡肉，还敢说没有粮？我亲眼看见火头军进了王府，在里面吃肉，我们在外面想活命，王府就冲进去。王上爱民如子，我看谁敢杀百姓！鼓掌！快把他抬下去治疗。大家看见没有？他们心虚了。我们只想活下去，有错吗？没错，没错，我们要见王上。本王在此，谁要见我？皇上，府中到底有没有吃的？给我们个答复！我们不是为难王上，我们只想活。我3个孩子已经没了2个，谁可怜我们？皇上，王府没有粮食。堂堂镇北王也会说谎？那这刀是我凭空变出来的。一块击鼓，上面写了本王的名字。我就知道你们不会认。柳将军，此2人你可认得？认得。祥林嫂，你老实说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是柳将军给我的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这东西我从没吃过。王府里真有仙食。牛儿，这是我自己的东西，跟王上无关。他们慌了，他们开始狡辩了。祥林嫂还说了，王府里这种仙食有无数个。我没这么说过，柳将军对不起，他们抓了我孙子，逼我这么说。畜生！现在真相就在眼前，没人可怜我们，那我们就自己去抢粮，抢粮！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柳红英何在？末将在。带人去抄牛儿的家，搜出来的食物全部分给百姓。遵命。亲卫师何在？属下在。刚才带头喊投降匈奴、冲击王府者，全部拿下。遵命。非常之时，谁敢乱我军民之心，本王绝不轻饶。诸位父老乡亲，
可纣王为何杀他们？因为他们是被匈奴人买通的奸细，故意煽风点火，乱我军民之心。我娘亲就是被他们害死的。该死！这群人早该死了！王上是在为民除害。匈奴人在城外久攻不下，比我们更急，所以他们才收买奸细，在城内兴风作浪。本王宣布，自即日起，凡举报奸细并查证属实者，赏米3斤，肉1斤。米还有肉，举报奸细就有赏。今日王府全员省下1天口粮，加上从牛二家超出的粮食，半个时辰后施粥。皇上天岁！红英，安排下去，让我们的人滔滔运点粮食去牛二家，然后当着百姓的面找出来，说这是匈奴人收买他的证据。不错，你会动脑子了，末将不敢。本王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觉得本王不够光明磊落，末将只知道一场大乱被王上化解。红英，朝堂不是江湖，雁门关想活下去，本王不能只靠光明磊落。末将明白。公子，牛二死了，镇北王把我们的人抓起来全杀了，还鼓动百姓抓奸细。好手段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启动第2个计划，我倒要看看他那张嘴能不能管住百姓饥饿的肚子。皇上，百姓现在对奸细恨之入骨，按举报抓到了不少真奸细，已经押入大牢。别杀，先好生看着，好生看着，关键时候有大用。皇上，末将有一事不解，说，既然江神如此厉害，您为何不让江神多给我们一点食物？百姓都有吃的，我们也不用这么辛苦做戏了。10万将士，30万百姓，一天要吃多少？又要吃多久？这世上没有无所不能的神明，就算江神能救我们一时，也不能替我们养一成人一世。末将明白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本王想静静。江神，物资暂且够维持大军几日运转，可城中百姓嗷嗷待哺，不知江神可有妙计献上？请恕栾无礼，栾不胜感激。张小丽，你带人闯我家？江凡，你当个破事老板了不起啊，还敢对我潜规则？仙人跳。少废话，20万，今晚打钱。没有。10万也行。有本事报警。看清楚摄像头。昨晚他怎么进来的？今晚你们怎么威胁我的？全录下来了。你不知道他家有摄像头？我真不知道。想报警，我陪你们；想走，门在那边。你要敢报警，小心以后出门被车撞。老板，我错了，我明天还能来上班吗？滚！从明天起，不用来了。你缺钱？你是谁？我有办法让你赚到钱，也能让你报复江凡。真的？上车细谈。一天好心情全被这帮杂叟搅了。又求助，我真当自己是神了？我现在也快吃不起饭了。老实告诉你，我现在穷得快吃不起饭了，别指望我了。100多万砸进去，我图什么？什么情况？这是金银珠宝。江神请恕罪，栾只知索取，忘了回报。这些钱财就当是对江神的报答，还望能够解决江神当前的麻烦。我这是吃上女战神软饭了。姑娘客气了，在下刚才心情欠佳，出言粗鄙，还望海涵。
择日物资继续奉上，请耐心等待。做个俗人，贪财好色，色暂时够不到，这钱可就在眼前。不行，得找懂行的人看看，这些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。哎呦，这不是我那宝贝侄子吗？江人，你来干嘛？没大没小，江人也是你叫的？叫大伯。大你爷。城中村长大的东西，果然跟你那个废物爹一样，满口脏话。不准说我爸，跟我兄没用。你爸是老头捡来的，你更没资格继承江家的东西。今天我来，就是问你什么时候搬走。还有，超市，你也没有继承权。老头子留给我的东西，轮不到你说了算。法律层面，你没资格。看在老头子的面子上，留你住了这么久，现在你也该滚了。你敢动老宅和超市试试？你拿什么跟我斗？还有，老头留下的遗物一件都不属于你，特别是香炉。你知道香炉？哼，看来东西真在你手上。别抱幻想，你没得选。老东西，你到底给我留了什么麻烦？凡子，谈谈。我还有事，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我知道老大刚才为难你，可老大是老大，我是我，你不能牵动小姑吧？你们不都是为了老宅和超市来的？你这孩子怎么把小姑想得这么坏？当年老头给了你好几件古董，早就两清了。行，不提旧事。小姑今天来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。我的终身大事什么时候轮到你关心？你都22了，总得成家吧？小姑给你介绍了个特别好的姑娘。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傻子？这话说的，我家凡子打小就聪明。那你说说，人家特别好的姑娘，为什么会看上我？爱情来了，就是这么奇妙。她叫温珊珊，家境好，自己开科技公司，还是个变装博主。你就是江凡？你好，我叫温珊珊。你真的好好考虑考虑，你如果答应，我们明天就去登记结婚。啊？你没听错，小凡子，你给我放聪明点儿。珊珊刚才说想吃冰淇淋，她家里漏水，今晚没地方住，你们去看电影，看完都12点多了，你再带珊珊回老宅休息，老宅房间多。这也是你的意思？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出发吧。还愣着干嘛？快跟着他去！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这附近的电影院不在这个方向吧？我知道一家私人影院，那里更隐秘，更安全。不是去看电影吗？来这里干嘛？啊！警察叔叔，有人当街拉客，涉嫌卖淫。你有什么话跟警察说吧。女人只会影响男人赚钱的速度。小哥，这么晚了，有东西要出手？有几件祖传的小东西，想让你长长眼。快，抽屉里有速效救心丸！你个死老头，有病早点说，我还以为你要碰瓷呢。你到底要看到什么时候？小哥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祖传的。老实告诉你吧，这玩意儿是绝世珍宝。绝世珍宝？传说中的凤求凰玉佩，乃是失落古国大前王朝的东西。大前？难道真有这个朝代？有，只是存在年限很短，大概囊括今日的华北、东北、江南一带。曾经鼎盛一时，后来莫名消失。怎么消失的？有传闻说是被匈奴人灭了。关于大前王朝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信息太少了，只知道他们冶炼和制器工艺相当高明，远超当时其他国家。
倒是史书上记载过一件大事。什么事？大前有一位女战神，15岁替父从军，18岁封狼须胥，20岁裂土封王。她叫什么？好像叫灵凤，不对，叫灵鸾。死时才22岁。凌乱战死在雁门关，镇北王一死，敌军长驱直入，大前很快就亡了。而且战死还不算，死后还被匈奴人侮辱了7天7夜，你说可惜不？不行，小哥，我一定要阻止悲剧发生。你没事吧？这玉佩你打算多少钱出？你觉得值多少钱？可惜了，凤求凰本是一对，倘若只有这块凤玉，我只能给你这个数。30万？不对，3万，3000万。你确定？当然，要是有另一块黄玉，价格还能翻几番。可惜呀，太少了，不卖。3000万还少？拿出你的诚意。老实告诉你，另外一块黄玉我也有。此话当真？你莫要诓我！爱信不信，没诚意，我去别家看看。小哥莫急，你先让我看看货，这事儿太大，我得找人商量，我一个人也拿不出那么多钱。可以。极品，极品啊！老夫一辈子跟古玩打交道，今日能见此珍品，死也值了。看够了吧？赶紧找人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小心点儿！这玩意儿磕破一点儿，都是人类历史的损失。老金，凤求凤在哪儿呢？老胡，你可算来了。小哥，这位是江南地区最大的古董商胡启全胡老，我们合伙买你的凤求凤，出价3个亿。小哥，先让我看看东西行吗？4个亿，要现钱，当场打款。我再追加1个亿，就当交个朋友，5个亿，现在可以看东西了吧？老胡，你疯了？那可是5个亿！胡老敞亮，来，请验货。奇迹，简直是奇迹啊！这工艺早就失传了，哪怕现在的技术都难以复刻。差不多得了，该打款了。5个亿，真到账了。钱货2清，2位再见。小哥有空常来。老胡，你发什么神经？至于吗？那小子就是个生瓜蛋子，出1个亿他也卖。老金，你糊涂啊！这东西哪里像传了1000年，倒像是新的。你是说他还有别的东西？断层的大钱文物现世，会只出现1对玉佩吗？要不我找几个人把这小子给放长线钓大鱼，找人盯着他，先摸摸底。5个亿，这下是真不缺钱了。江神危机可解，鸾甚是为您担心。这镇北王还挺会关心人的。承蒙姑娘关心，危机解除。从明天起，我会继续供应物资，你可以列一张清单。王上，很晚了，您快休息吧。好。快取支笔来。诺。他那儿还真是混乱啊。姑娘莫慌，吾有一计，可安民定心。鸾，洗耳恭听。好计。臭丫头，你笑什么？奴婢笑王上长大了，也懂男女之事了。本王在读江神大作，如醍醐灌顶，豁然开朗而笑，与男女之事何干？军国大事，奴婢不懂。可王上刚才的模样，像极了收到远方情郎锦书的相思女子。这一夜不能睡了。
安禄山，接百姓举报，你囤积居奇，家中私藏大量粮食，拿下！石兆明贩运私盐，与匈奴通商，拿下！这些人也有今天，王上终于替我们出气了。凡煽动闹事、囤粮通敌、欺压百姓者，一个都跑不了。阳谋，这是阳谋！再这样下去，等不到匈奴攻城，我们就要被这女人玩死了。哼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那女人哪来的粮食？他抄家是为了收买人心，给百姓施粥。可那几条走狗家里有多少粮食，你我不是不知。就那点东西，根本不够那么多人吃。所以，秘密在王府内。神明赐物，若他的仰仗是神明，那就把这个神明揪出来。好，那就揪神。这帮鹰犬走狗，还真没几个三瓜俩枣。一个个平日里狐假虎威，真抄出来也就这点东西。连这些办事徐灵尚且如此，北京百姓平日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可想而知。王上，这种不是生产盘剥百姓的士族，整个大钱不知有多少，整治得完吗？杀不完，也总要有人去试着改变。好消息，如今城内百姓对三大家族深恶痛绝，我们抓奸细也顺利多了。不过，还有个坏消息，说，现在等着施粥的百姓，从王府门口排到菜市口了，还在源源不断赶来。这么多人要喝粥，也需要数不清的大米。就算把军粮全拿出来，也远远不够。放心，江神答应本王，粮食马上会送来。报，王上，匈奴大军又来叫阵了。多少人？超过20万。谁领军？匈奴大将军完颜不破。他又想做什么？说。完颜不配命人竖起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着恕你无罪。说。写着要把王上抓去犒赏三军。岂有此理！点齐兵马，随我出城！今日不斩完颜不血狗头，我誓不为人！站住！高挂免战牌，必战！王上，让他们骂，我们的士兵不准还嘴。王上，匈奴这般侮辱您，难道我们连骂都不能骂回去？柳红英，你想抗命不成？末将不敢。匈奴人如此下作，是因为有人把城中有食物的消息传出去了。他们急了。没错，他们越急，我们越要稳。匈奴向以战养战，速战速决，完颜不撇调动50万大军围城，消耗同样巨大。他们缺粮，我们也缺粮，可他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江神赐物，所以我们不出战。不出战，不但不出战，还要大吃大喝，故意吃给他们看。这一招够损！传令城楼，架锅煮肉，再把江神赐下的调料都用上，让香味飘到匈奴军阵里。末将亲自去办。大将军，他们在吃什么？好香啊！那个前国女人到底在煮什么肉？不要被前国女人骗了！雁能关被围1个月，哪来的肉？
待破城之日，本帅让你们抢尽城中财物。大将军，不如现在一鼓作气攻城。匈奴狗，想吃吗？可怜你们天天在城外挨冻受饿，本将军在城里每日好酒好肉，你们羡慕吗？爽，真是爽！儿郎们，爽不爽？爽爽爽！旺财，这猪皮本将军不爱吃，给你了。完颜狗贼，你饿晕了吗？怎么只能射中一个猪头？脏了，不要了。谁敢出去，定斩不挠！不准去，谁去谁死！真的是肉，好香的肉！我的猪头是我的！匈奴兄弟，不要抢，慢慢吃，还有呢。你们放心吃，放心喝，我们绝不放箭。谁让你们只扔骨头的？把我们吃不完的肉也给匈奴兄弟。谁愿意打仗？还不是完颜不骗那个屠夫逼的。你们有妻儿老小，人家匈奴兄弟就没有吗？不打仗的时候，大家都是苦命人，我们在城里吃肉喝酒，你们却连一顿肉都吃不上，凭什么？我想卓玛了，我也想我的热埃卡了。打什么仗？我要回草原，我要回家。我们王上说了，想回家的匈奴兄弟，明日在城门口领1斤白面馍，1斤猪肉。白面馍还有猪肉。对了，每人还送1瓶鲜酿。甜的，长生天啊！这是什么仙水？将军，现在城下聚了1万多人，是放箭的大好机会。放你奶奶的头！谁敢射匈奴兄弟，本将军先弄死他！这督战队何在？给我杀！大将军不可，这是前国人的诡计。若杀了那些士兵，会让大军心寒。谁敢拦我？死！他们要杀我们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为了卓玛，为了阿妈。你们想造反吗？王庭狼卫，随我冲锋！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完颜不破，你连自己人都杀，简直禽兽不如！镇北军儿郎何在？在！还不驰援我匈奴兄弟！遵命！放箭！中计了！我们中计了！杀！给我杀！疯子，不过疯得正好。再调5000弓箭手，要快！快，再调5000弓箭手！是。将军，他们上蹲阵了！压住王庭狼卫，别让他们稳住阵脚！报！王上有令，鸣金收兵。令王上感念匈奴士兵条件艰坎，特送上肥肉50斤。遵命。完颜不备，听到了吧？这些肥肉是给不愿替你卖命、想回家的战士们的。你要是敢私吞，那你就猪狗不如。渴望和平、想要归乡的匈奴兄弟，之前的约定仍旧有效。放下武器的人，我们王上不会伤害。叫凌鸾出来！他不是自称大前女战神、帝国镇北王吗？躲在城里玩这些下作招数，算什么本事？怎么，你急了？有本事与我堂堂正正一战！兄弟们，我们唱首歌给大将军听，好不好？
好，预备起！完颜战功满天下，赔了军心又折兵。你们，大将军，快保护大将军！全军撤退，快撤退！这么好的机会，皇上，完颜不破，吐血昏厥，匈奴退了，真的退了？退是退了，可惜我们现在腾不出手追杀，否则这一战能重创匈奴主力，乱其军心已经足够。短时间内，匈奴应该不会再轻易叫阵。不过，我们马上要面对更严峻的麻烦。城内那些人开始闹了。没错。听说王上送了匈奴兵大量肉食，几个总兵在士兵推动下，已经到王府外求见。他们还有脸来？还有一批百姓正在等王府施粥，听到匈奴人都分到了肉，已经开始叫骂。王上，我出去跟他们理论，我倒要看看谁敢造次。你这脑子能不能别总想着打打杀杀？知道了。百姓和士兵只看眼前利益，凭什么匈奴人有肉，他们没有？这个问题不能靠剑解决。军师怎么看？那些总兵不是完全没有大局观，只是被手下逼迫而来。若轻易给肉，以后只会更加肆无忌惮。所以不能退。不能退，那就不给。肉是要给，但要给的有价值。参见王上。免礼。本王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也知道你们的无奈。本王确实有一批肉，但是想得到它，就拿军功来换。王上，这是要主动进攻匈奴，万万不可呀！严世昭，我看你是昏了头。匈奴军心已乱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本王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把话放在这儿，从现在起，哪一支军队斩敌最多，成果最大，就能分到最多的粮食和肉。我大钱不养闲人，我镇北军更不养废物。火头军，把肉粮鲜尿都搬出来，让他们看清楚。王府果然有吃的，为什么不分给我们百姓？王上，你一向爱民如子，怎么能这样？行，要你们都拿去也可以。回头你们去上战场，粮食不多，只能优先供给军队。谁有本事打匈奴人，本王就给谁。不服，边上站着去，没人惯着你们。皇上，既然王府早有这么多军粮，为何不早些分发去？吃不饱饭，哪来的力气打匈奴？王上该不会是瞒不下去了，才出此下策吧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本王做事，难道还需要向尔等解释？属下不敢。不敢，就把嘴闭上。本王不介意在战时砍几名总兵出气。本王今日就告诉你们，为何这粮食不能随便发。因为我们将士当中，有许多军纪涣散、滥竽充数、好吃懒做的败类。他们一不能与敌军交战，二不能护佑黎民，只知道拉帮结派、结党营私、贪墨军饷。若这粮食发给了这些人，本王愧对皇帝陛下，愧对大钱万民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你们可愿意这粮食给那帮渣子？不愿意，我们不答应。把那些兵痞赶出去，他们不配吃军粮。皇上英明。严总兵，没吃饭吗？喊大声点啊！皇上英明。报！启禀王上，我军第3路总兵苗人凤携所部兵马偷袭匈奴后军，斩敌3000，
大获全胜。皇上，苗子凤什么时候去埋伏的？为何我不知道？你是在想这种美差怎么没给你？你乃我军副将，干系重大。你若不在城门楼上，完颜不废必会起疑。所以我在城楼上吸引完颜不败，苗祖通才能偷袭后军。连环计。王上英明。皇上，末将幸不辱命。快快请起。这才是真正打匈奴的军队，他们该吃肉，他们该吃粮。兄弟们都辛苦了，好酒好肉已备好。柳红英，你亲自监督，现场给第3路军将士分肉分粮，不得有误，遵命。严总兵，比起某些人在这儿大放厥词，人家已经斩了几千匈奴狗头回来。您脸红吗？若是王上提前通知，我部将士也可。好，本王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根据线报，匈奴大军今晚会赤水河运水，严总兵就看你的了。这，我部将士都饿着肚子，怕是难以接受此等重要任务。倘若本王现在分给你们1路军与3路军同样的食物，严祖兵可敢出战？末将敢。好，请立军令状。军令状。皇上，严总兵这几日为了给士兵省粮，吃了发霉的食物和野菜，怕是中毒了。怕是匈奴奸细投毒，皇上，请一定要明察呀！刚才一听有肉吃，一个比一个精神；一听要打仗，立马全病了。这帮饭桶也配当总兵？起来，都给本将军起来！柳将军，我们是真的难受，不信可找军医。柳红英，退下。没看到诸位总兵都病了吗？他们是我镇北军铁骨铮铮的汉子，怎会做出装病这种无耻之事？来人，调最好的军医过去，给诸位总兵治病。是。另外，给每位总兵分10斤肉，让他们滋补身体，早日康复，为我军建功立业。多谢王上厚爱，吾等势必早日康复，将敌人赶回漠北。去吧，都去休息。各位父老乡亲放心，你们虽然没肉吃，可该有的粥绝对供应。有救了！往后每日最少2顿。另外，想要耕种的人可以来王府领种子。从明日起，王府的水每日供应3次。天佑镇北王，天佑大前居民。有没有东西过来？没有，奴婢一直守着，连一只苍蝇都没有。皇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何不让我教训那帮总兵？一个个老不要脸，太可气了。王上是想分化7大总兵和北境兵团的关系，以他们贪婪的性子，领了肉会分给士兵吗？对啊，全城都知道他们领了肉，士兵们若吃不到，心里自然会怨他们。都出去吧，本王想静静。慢着，先把军粮放出去煮粥，让百姓先吃上。王上不可，外面排队的百姓足有10万人，就算把王府库存全压上也不够。军粮动不得，若后面的人分不到，会民变；军中无粮，会兵变。本王意已决。本王坚信，江神不会抛弃我们。卑职这就去安排。我去调亲卫军，万一出事，末将就算死也护王上出去。那我去准备药箱。王上，要不奴婢给您拿一瓶仙饮？柳将军说喝了心情会好些。不必了，你也出去吧。悠悠苍天，何薄于我？有人举报你这家超市涉嫌售卖假烟，
调查期间暂停营业。那些假烟不是我的，具体情况等调查结果。哎呦，大侄子回来了，是你干的对不对？你最好放开我，要不然再涉嫌故意伤害被拘留就不好了。这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，你要还是不识抬举，超市里搜出来的就不是假烟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江仁，我警告你，你敢乱来，我就把超市和祖宅都捐了。产权在我手里，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你跟老头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真打官司，你以为你赢得？那你去告。老头子的遗嘱在我这儿，你妹妹的野心不比你小，还他找过我。江平找过你？当然，你能想到的事，他怎么可能想不到？不要跟那个女人接触，她比我更危险。那可不一定，他能给我女人，你能给吗？他能给的，我也能给。你最近别乱来，我会安排。那你最近最好别骚扰我，你再逼我，我就去投靠江平。哼。老头，你爽死了，一走了之，害我在人间受苦。还有那个狗屁香炉，到底有什么秘密？你大儿子也想要？悠悠苍天，何薄于我？完了，我答应今天给他百姓施粥，现在都快天黑了，抱歉，有事耽搁，我马上送来。老板，您这是干嘛呀？买这么多粮食？你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富土山喷发了，几百米高的岩浆往外冒，把那边农田都毁了。我这是运过去赚钱。老板真是忠厚人啊！快点装，越快越好。嘿嘿，老板，有这种好事，下次带上我啊！下次来都挂横幅。什么横幅？支援富土山国际运粮，下次来都挂上横幅，写支援富土山国际运粮。一人1000，拿去撸串。谢谢老板。久等了，粮食全部筹集完毕，请找个宽敞的地方，走远点，我要放粮了。你们搞什么？怎么越来越少了？给不起就别给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。我看王府的人就是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吃了。可以了，快去王府后门，他们在悄悄运粮食，以后都不给我们了。大家一起去讨个说法，去晚了就没了。凭什么偷偷运粮？那是我们的粮，去后门抢也要抢回来。对，这后门也太好进了。快跑，有诈！吾等接到线报，匈奴人打扮成百姓，妄图冲击王府，扰乱我城内政。此心天诛地灭，罪该万死！放箭！谁忽悠我们去抢军粮的？这不是害人吗？我们被奸细骗了。镇北王怎么可能亏待百姓？王府门口已经在补偿，之前没吃饱的人可以再去领一碗。运粮过来不需要时间吗？你们宁愿被人蛊惑，也不愿相信王上，真是休钱人！各位父老乡亲，百姓里面有坏人，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王上说了，坏人已经抓出来了，其余人都是无辜的，只要以后安分守己，仍旧可以免费领白粥。谁能指认这些人，每人多领1碗粥，外加1根鸡腿。当然，你们也有机会。谁主动招认幕后主使，王上说了，免死还给吃的。我找，是王员外派我来的。有刺客，
抓刺客，保护证人。他们嘴里藏了毒药，够狠！凌乱那边应该准备好了吧？开始放粮。皇上说了，今晚10粥时间延长2个时辰，从明日起，全城百姓每日可吃2顿粥。皇上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皇上，黑衣人全都服毒死了。末将让带人去抄王员外家时，王家宅邸已经起火，全家被灭口，证据也全烧了。这帮硕鼠，他们成天在城内搞事，我们还怎么安心抵御匈奴？3大家族手脚干净，这次又死无对证。罢了，回去歇着吧。皇上，难道就放任他们胡作非为？3大家族不是软柿子，逼急了，他们未必不会连夜引匈奴入城。末将明白，都退下吧。此事本王另有安排。江神可否安寝？粮食危机虽已解，可栾苦思冥想，仍不得破敌之策。若江神不令赐教，栾愿付出任何代价。不用猜，又是来道歉的。区区匈奴草包，无关之如土鸡哑狗。姑娘莫慌，我这就给你想办法。此话当真？若江神能帮小女子退敌，往后余生，小女子愿意吃斋念佛，青灯古佛咏伴，为您祈福。要你念佛干嘛？那个，我还没媳妇儿呢，你不考虑下以身相许？既然物体能传过去，那人呢？江神身份高贵，栾高攀不起。若有朝一日得见圣面，栾定为奴为婢，报答您的大恩大德。我才不要奴婢，我就想要个爱我宠我的媳妇儿，你愿意吗？栾，荣幸至极。好，那说好了，不可反悔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肯定是魔怔了。林姑娘，你先说说目前作战困境。现在很晚了，明天我再给你想办法。北安城外就是雁门关，战略缓冲几乎没有。完颜部群3万骑兵切断镇北军与大前联系。完颜部破47万大军，3个大营互为犄角，骑兵对步兵，正面硬打就是送人头，战术战略都不够，只能靠装备和补给降维打击。这东西叫手机，按照我说的方法打开，可以看到很多资料。今晚你先长长见识，明天就能看到实物。朕的天宫造物，这是何物？江神神通广大，为民除害，抓获淫魔色鬼，实乃百姓之福。什么淫魔色鬼？不对，完了！现在好了，你点开吧。快传军师，传六将军。卑职乃男儿身，进王上闺房，怕有不妥。皇上交代了，无碍。何人在此喧哗？不好，王上中了摄魂妖术。看招！待我毁了这鬼屋！